这一集的前线开讲看得出只有3位朋友，对吧？其中一位呢去打 game 了哈，因为他很害怕今天他会输给2位，但其实2位只有1位是电竞选手。我们要掌声欢迎的是电竞选手 Thomas， 欢迎。谢谢。另外 Frank 算是在电竞行业的从业者，你的公司你的业务覆盖很多电子竞技的，可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吗？先说一下电子竞技产业，它就跟那个影视跟体育产业是类似一样的，所以也有台前跟幕后的，所以我所做的事情呢都属于幕后的，像那个策划、商业化一些这样子的大型活动跟赛事等。明白。简单概括来说哈，就像是 MediaCorp 哈，这位呢就是我们的老板，监制、导演、制作人、producer， 这位呢你自己说，你就是演员呢？但是行业不同嘛，我们这个算是影视娱乐，你算是游戏电子竞技，也是不同观众的娱乐啦。也是娱乐，我们都算是娱乐圈啊对。你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为什么没有去找一份所谓的正经工作？我先说一下 disclaimer， 是我现在已经算是退休了，所以不打专业了。我那个最近的等一下，最后一个比赛，等一下，我要厘清一下，退休的意思是，我的钱赚够了，我不要再赚钱了。退役的意思是，我不在这个行业打比赛了，但是我还在这个行业。那退役是对的，别的行业赚的钱比较多，所以才退役。先谈你是怎么入役，怎么服役的，怎么进来。星际争霸2先出来的时候，我朋友就介绍给我这个游戏。然后其实很久以前就我打 Dota 是 MOBA game 了，就是需要5个人在打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我很想去参加比赛啊，跟我朋友一起打，但是需要5个人，所以你的5个队友都需要有同样的那种 discipline 配合时间配合。对，中学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就一定是要集中在学业方面，你就不可能每天都会可以训练啊这些东西，所以《星际争霸》出来了过后，它也是很有创造力的一种游戏，就是很需要用脑的那种。我就特别喜欢即时策略嘛。对，所以而且是1打1，所以我就可以与自己的时间，我尽量配合别人。对。什么时候玩？第一次是好像 SMU 举办的一个 community tournament， 我打到前8名，但是我在这个比赛打倒了我们在那时候是新加坡第1的选手，他的队伍就给我通了个电话，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来试着打专业，所以我们就去 try out， 好像跟他们打几场，看我是不是那时候只是靠运气，还是真的会打。然后过后就进了那个队伍过后，他们就来了那种自助商，我有我免费的那些键盘啊mouse， 可能打2-3年过后，然后就开始可以赚到一点钱，然后可以去国际比赛。在国际比赛上参加过很多那种Intel Extreme Masters、DreamHack， 然后在瑞典、在西班牙都有参加过比赛，在日本也是，可能打得最好的应该是前16名吧，就国际上前16名。对，就2019年的第1个东南亚运动会有电子竞技在里面，然后我就赢得了新加坡第1个电子游戏上的银牌。被一个团队就注意到，算是把它纳入这个团队。对。那在我们这一行业，就算是签了一间公司，对，这个游戏竞技行业也是可以签公司的嘛？电竞行业跟影视行业是这种类型是一样的，就他这个公司呢就把它签下来，然后他们就会花很多这些资源时间去培养他，一方面就是让他的这个比赛的这些技术在提升，然后让他参加更多一些大型的一些比赛去争夺这些奖金，或者说在其他方面的话呢，像做代言人啊，这些都已经是在我们这行业已经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了。我想问，这种签了一个游戏公司他们的收入怎么算？是我签约有基本薪水，还是说我签了你你没钱的，你只有打比赛拿奖金才有钱？像 Thomas 这种类型的话，他们肯定会有一定底薪的，因为他本身已经是有一定的这个受欢迎度跟这个影响力的知名度。我开始打的时候是大多数选手都是没有底薪的，所以我们是有了这种品牌的支持跟好像可能我们如果需要打国际比赛的话，需要出那种机票费，可能我们的团队会支持。
公司帮你买机票跟酒店，对，这样子已经算不错了。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我的那个团队的队长，他是有底薪，但他的底薪也是算是那种allowance，差不多1个月就300块。哎呦，不太少了，很少很少。但是现在呢，如果你是说那种打专业的，好像那种中国选手，他们连就是 trade players 团队要把你那个选手买过来换，也是上万的，对，转会费，对，也有转会费，真的跟体育是一模一样，需要 top 1%。你才可以得到这种待遇。我们很依靠品牌的支持，就是他们的那种 sponsorship money， 否则就是靠内容。所以现在你会看到很多打电子游戏的，如果他们不是那种国际level 的选手的话，他们会做很多就是互联网上的内容，就与内容有了那种数目，然后可以由品牌来支持，说 OK， 我们可以给你一笔钱，因为你们可以拿到这么多的观众流量，对，这样听起来真的就像打竞技，就像一份职业一样。是，作为一个专业的选手，最重要的对我来说是要有自律，就自己想去训练啊，而且得知道玩游戏跟训练游戏的不同。就是训练游戏真的就是你是专门去练那些很小的细节，把它就是练好。我一天训练6个小时，2个小时可能就是看国际上最好的选手，跟他们学，就把他们的技术全部写下来，就他们全部的做的那些东西研究，我再试着做一样的技术，可以看我在5分钟跟他们在游戏里面赚到的那些 goal 会不会一模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重来，这样子，然后再训练可能2个小时，然后过后。会找选手跟我一起就单挑，然后研究为什么我输，我在训练的那种状态是什么，想法是什么，然后明天再来。所以它有很多小的细节，你会去研究，会去练习。就是你就随便去玩的话，你的那种心态很不同。我太懂了，就是我随便去玩，我输了，我就骂2句脏话，但是你们不行。那你们是不是得完了之后，即便心里很不爽，还是要坐下来？去看看自己，对，得静下来，得去看，得去研究。好笑的是，我也会做一些体育训练。不就是手指吗？对，但是如果你打比赛的话，可能你一整天有6个小时你在那打比赛，或者如果是你打 finals 的话，是 best of 7，最久会打7场，加起来的那个时间就差不多也是3个小时的。你能在3个小时内一直集中思想，在 high adrenaline。对，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当我打任何游戏啊，我连输2场或者3场之后，我之后每一场都是输的。对，因为我的情绪被影响。对，可是你们不行。对，也有过一个研究，就是说，一个打象棋的一个选手，在1个小时内输了好像2公斤的水分。我们队伍里面也会有这些研究。如果你打比赛前吃东西，你体里面的血就会往肚子流，所以你不可以吃太多。你呼吸方面也是，如果你呼吸是往胸部这边呼吸的话，你血也是往胸部流。但如果你是往肚皮对呼吸的话，你的血就会待在脑子里。已经是属于进入到非常科学化这样子的这种方式去训练一个电子竞技选手了。那在你们这个训练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是常人想象不到的训练项目？在打专业的时候，我们也有过，好像我去做 physio，就仔细的肌肉训练，好像就是说你做的这个姿势，怎么做的更轻松？就是我轻松做，我也可以做得直。因为如果好像你打游戏的话，你这个肩膀一垮下来的话，你呼吸不好，集中不好，你做了2个小时，你也会累。这些小的细节加在一起，让你打得比较好一点。所以好像我们有练过，如果我背不够强壮的话，我们有练过这种，可以站起来，可以，算是我可以站吗？可以站吗？对，算是我坐下来啊，然后我这边需要这样子抬所以他抬了过后，他练的肌肉是这个一小部分，所以这小部分练了过后，你做的这个姿势就自然会支撑起来，就不只靠你的背来支撑你的整个上身。
对，你的这个脚的部分也会把它挤成。对，我有去过一个国际比赛，他们在比赛内有一个专门一个按摩师。所以你打比赛打完了过后，你要等你下一局嘛，你可以去找那个按摩师来帮你按一下手腕啊，按一下背什么的。对对对。Frank， 你不会觉得把一个游戏玩成这个样子就很失去了它的初衷吗？因为游戏给我们就是好玩嘛，就是去打发时间嘛，很有乐趣。我就是喜欢他那种特别哇，每一个小细节都要去研究。我们两个都打得好，但是我就是可以比你打得好过那个2把先。我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对对对。第一没兴趣，第二不行，因为我游戏要的就是我可以掌控，我不需要想太多，我不开心就玩一下，我玩一玩开心了我就不用玩了。但是我觉得电竞玩家很辛苦，他真的就跟体育竞技选手一样。我现在收回我一开始那句话，就是电子竞技不等于打游戏比赛。因为电子竞技真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东南亚运动会已经把电子竞技作为正式一个奖牌的比赛项目了。游戏，OK， 对，所以这个已经算是一个正式电子竞技，它不只是一个打游戏，它是真正带有体育的这种的精神跟它的元素。更兴奋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奥组委已经正式成立了一个电竞的这样子一个组委会。然后呢，他们是计划在2026年的时候呢，正式举办了 Olympic Esports Games，所以就是他已经把它升拔到跟奥林匹克运动会或者是青奥运一样的水平的那个级别。就连我们说最近DOTA 的国际比赛叫 The International， 他们给不同的国家其实 bid， 说哪一个国家想邀请这个 The International 在这个国家去举办，对，去举办。新加坡赢了嘛？所以 International 来新加坡的话，就是算是我们想要，不同国家也来这边旅游的那种 tourism， 有点像 Taylor Swift， 对，跟 Taylor Swift 差不多。澳洲跟我们东南亚区的人，中国的那种观众都下来都想看。所以就像看世界杯一样，是的，就像争办这个奥运会的比赛权一样。对，拳击类的那个 EVO 这个赛事，就像最近在日本在举办，然后那个活动现场有1万多人买了票去看这个比赛，6000个选手参加报名去参加这个项目比赛，其中的一个单项就是街头霸王这个比赛，他们的奖金到达200万美金，哇！他们投入那么多，这样 TI 就是更高了，4000万那个是The International 就是 DOTA 的比赛，它的奖金是不是游戏公司自己出的，是有众筹的方式就变成你看很多玩家都愿意去买那个游戏里面的道具，然后其中一部分的那些钱就放到这个奖金池，然后他们去买的时候就去支持他们想看的那个战队去参与这个比赛，所以就是它的这个影响力其实是很大的，就是让很多这些全球的这些玩家去想看他们所心仪的那个选手战队去比赛。其实从Frank 你的生意的那个视角来看，是有很多，比如说有赞助商的钱可以赚，对吧？有这个观众的门票的收入，还有就是广告的收入，对，周边产品周边产品的收入，然后再另外一个就是直播权，我在这个行业已经有20年了。也有赚过钱，然后也有亏过钱，对，因为本身就像任何不同的生意一样，他们都是有一些好的商机，有一些坑，所以就看最终在整个过程中你是怎么样的去找好的这些机会去赚这些钱。我好奇啊，就是很多体育明星他退役，他可能是年龄到了，体力下降，你们这个退役有这一说吗？我觉得也有，因为就是在电子游戏上你反应得快，你还不到30岁，你哇！但是真的好像那些有17、18岁的一进来，你跟他们有时候是觉得哇，他们的思想可以多么快，对，反应可以多么快，是真的是很。你们就1秒钟的不同，已经是赢输的那种不同，秒杀。对于我来说，你可能在别的行业上可以赚的比较多了。如果你每一天你训练6个小时，比赛内不拿前3名的话，那你这整个3个月你没薪水拿了。
哦，就是很狠嘛，你没有那个底金，你一定得靠赢比赛来赢钱。 Frank，我特别想问你，新加坡在整个世界范围里面，这个电子竞技在一个什么水平上啊？东南亚这个区域现在是全球在这个电子竞技产业发展的最快的一个区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其实在新加坡从事这个行业，立足新加坡放眼东南亚，还是有很大的机会跟潜能的。其实新加坡现在是处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但是这块呢也需要得到很多就是政府的支持，让它能够去发展这个行业，然后用新加坡作为一个基地、一个跳板。去辐射到整个东南亚，那它的这个潜力是很大的。我是觉得新加坡 infrastructure 就是讲电子游戏来说，其实很好。我们有很多网吧，我们的网络的速度是东南亚区可能最快的。对，而且特别 stable， 所以你想去训练，我们这边的那种场所都在，只是就是要看你会不会去自己去拼。我再说2点吧，就虽然我们国家小，但是我们现在国际比赛上其实也是有。代表的，好像我们在 Valorant 上面，Paper Rex 也去了国际比赛。我们在好像 Evo 上面，好几年前有一部选手叫仙 ，Singapore 也是新加坡选手，都是上到国际比赛，对，的那种水平了，所以机会是有。而且，就我再说一下学校方面，我们在 IT College Central 跟 RP 2个都有一个eSports CCA 了，他们有一个 eSports Center， 所以慢慢这样子的发展，可能更多的不同的学校会有 CCA 这种，然后有 SCOGA 的支持 ，SCOGA 会举办那种好像学校对学校的比赛。我也想问，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就是手机游戏，对，手游。Thomas， 你是打这个电脑的吗？你会不会很瞧不起这些打手游？说实在，开始的时候我是有点瞧不起。就是这样子打，对啊，水平可以打到多高？对啊，你就算走到顶又会怎样？对，但是这样子说也是算是我们这种老化的思想，不应该这样子想，就是跟从体育说到来电子游戏，是一样的那种心态，就是说现在很多人都是打手机游戏，然后打得越好。又想看国际上比赛，谁可以打就是顶级的那种水平是打到什么样的？有关注者，有流量力，那为什么不应该当一个比赛？就应该嘛，所以应该支持嘛。手机上是在国际上最 accessible 的一台科技了，人手一机。而且你看，就是电子竞技为什么是个特别的一种行业？它就是一个科技跟体育的这种结合嘛。那我们是随着科技就用不同的器材嘛，所以其实早期的这些比赛的时候，他们都不是打 PC 的。更早的机顶盒的或者说是这种接棒台阶的，对，所以其实是根据科技的一个进展过程。所以你说现在很多人用手游，但后期我们就说 VR。对电子竞技也有 VR 的，都不同的器材都会出现。下次可能就躺在那里这样子想，他就已经动了。打比赛了，那怎么办？对吧？所以这个很难去想一下，但确实是，就我们的行业特征性就在这儿。所以你说瞧不起，那谁瞧不起谁？那这个很难说吧？我想替家长们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天一个家长跑来问你们说，我的孩子总是打着要玩电子竞技的旗号去打 game， 怎么看得出一个人是不是那块料？我觉得我父母亲对我来说是有一个那种 balance 啦，就是你打游戏能打，但是你从学校拿回来的成绩还是要好。就即便是你要打电子竞技，你还是不能荒废学业。对，所以要有一个出路啦。我觉得管理孩子这些的责任，最终还是属于家长，他们需要自己去参与整个过程，了解他们首先要了解孩子到底在干什么。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先有来一个约法3章，对吧？第一，你的成绩要好，你在这个读书方面一定要花多少时间，你玩游戏花多少时间，你就要懂得怎么样去管理的时间。你要是能够把那个设计好做出来给我看，那我会一定支持你的所以这样子方面呢，才能够形成到底这个小朋友他是不是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天赋，能够打好这个电子竞技，还是说只是纯粹为了玩而已。
通过游戏，通过电子竞技，它是能够协助下一代这些年轻人，他们懂得怎么样去发挥他们自己的那些skill sets。我们常说能够用游戏去凝聚这些年轻人，让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学习怎么样去沟通，怎么样做团队精神，或者发挥他们自己不同的这些优点。其实我觉得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优势。让我去觉得我还继续希望做下去，在这方面把电子竞技游戏里面发挥它更多正面的能量。总而言之呢，希望说在看节目的你，如果真的有孩子想要走这条路的话呢，不妨让他去试试看很多专业的途径。今天谢谢 Thomas Frank 的分享，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面呢点赞、留言、转发，去 YouTube 还有巴士界收看我们的前线开讲。对于新加坡的电竞行业，我是希望就是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就是给大家去发展，大家去试着打比赛啊，就是尤其是在好像中学或者理工学院这种程度，会有那些 CCA 课外活动，可以参加一些比赛，可以去试一下，就电子竞技有什么种经验那种 experience。如果你觉得玩电竞就是不务正业的话，你看完这一集节目，你还觉得电竞是不务正业？怎么可能？电竞有它的挑战，电竞非常难，电竞的那个出头的几率，甚至比演艺比什么都难。你还不务正业，你去做点别的吧，我觉得。